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周也这部新剧，我看完剧情只想说，终于不再是傻白甜了。一文钱能撑起一段命。看到易欧春官宣阵容那一刻，我是真愣住了。许凯演武将，周也演复仇少女，就这俩人站一块儿的气质，怎么说对位了？不是那种看脸就行的组合，是那种你一眼就知道，要么打得动，要么狠得下。易欧春不是纸糊的甜宠剧，他把美强惨双向救赎、权谋、复仇三把刀落在一起，直接往你心口戳。你以为是爱情开局？不，他是两个人在快碎掉的时候，互相拉了对方一把。你要问我凭什么觉得他能成？我就用剧情给你把门打开。故事改编自由四姐的同名小说，讲的就是谢清源和沈润这对被命运摁在地上摩擦的人。但他最不按套路出牌的地方在于，你就能感受到结局的重量，可你不会真的猜到后面的路怎么走。少年时，他们都跌到谷底。谢清源亲妈死了，姨娘生的他被赶出家门，流落街头。沈润家里出事，直接被发配充军。说白了，这俩不是在谈恋爱，是在求生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连安身都没有，一个人连未来都被压进了牢笼，然后命运偏偏安排他们撞上。真正让我上头的是那一幕几乎没有台词，却重得要命。沈润把身上仅有的一文钱给了谢清源，说了句咱俩都得努力活下去。就一文钱，不是戒指，不是誓言，不是你放心我会来，这是两个快死的人互相把对方从边缘往里拽一点。你要说这是浪漫，我反而觉得它更像救命，冷的短的，却极其有效。多年后再次相遇，谢清源被接回谢府，身份回来了，沈润也成了朝廷重臣。你以为这就该是命好的人被命运偏爱？别急，剧情又把刀递过来。巧得离谱的是，谢清源他爹出了事，而沈润被派去监管谢家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命运把欠的账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你刚爬上来的台阶，转头又要面对曾经的深渊。你的信命还是的信人，剧偏偏让你两种都尝一遍。重逢时，谢清源其实是怕沈润的，原因很现实，他现在是朝廷的人，手里有权，他只是那个想查清楚亲妈死因的小丫头。换成你我都懂这种恐惧，不是怕他长得帅，是怕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你活不活。可沈润没让他一直怕下去，因为他看出来谢清源不是那种等人来救的弱女子。她不靠哭，她拿着刀往真相里冲。这就是我说他对位的第二层。古装剧现在最缺的，往往不是男主强不强，而是女主有没有主心骨。不是那种我需要你来拯救我，而是我先站起来，然后你说我帮你。顺序一换，观感就全变。你会发现，当女主是主动的，她的狠不是为了讨好谁，而是为了替自己争一口气。那种气顶在胸口的感觉特别真实，也特别容易让人追下去。再说阵容，许凯演沈润，我是真能理解观众为什么会买账。他演古装有股子能打的劲儿，而且更难得的是不端着。武将不是只会摆造型，只会帅，这角色需要那种杀伐果断，但心里还有柔软的层次感。许凯的优势在于，他不会把所有情绪都堆成一个表情。你能看到他狠的时候有边界，也能看到他软的时候不是讨好，是克制。这种人设放到权谋和复仇的剧里，不会显得空。周也演谢清源，我觉得是挑战，也是机会。因为谢清源这角色的复杂度不低，他不是纯靠颜值站在那儿的复仇工具人，他有复仇线，有狠劲，
有城府，也有智慧和情绪的起伏。周也的古装一直很能打，颜值自然在线，但这次不同。谢清源不是单纯的漂亮，她需要把眼神里那种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的狠，和我其实很痛的细腻揉到一起。我见过周也用眼神演戏的细腻感，就看这次能不能把智慧爽朗和心有城府真正融合成一条线，而不是两段分开演。如果他演得好，那谢清源会很难被替代，因为观众要的不是又一个复仇女主，而是复仇女主里那种不讨饶、不求谁的气质。而周也的可塑性恰好适合把这种气质做出来。把剧情脉络串起来，你就会发现我最在意的一点：易欧春把内核放在选择不认输上，而不是放在爱情一定能拯救一切上。一文钱的约定从来就不是为了浪漫而浪漫，它更像在说：你别死，我也别死。后来他们一起查案，一起扛事，关系从知己慢慢走到恋人。可重点在于，不是因为谁救了谁，而是两个人都没放弃自己。能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他们都配得上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很多古装剧里谈恋爱靠的是命中注定，王爷心疼男主一出现女主就破防。可这种套路看久了会腻，因为你会发现女主的成长是装饰，男主的情绪是主菜。易欧春反过来，女主先把自己从泥里拽出来，男主也不是凭空拯救，而是一路把事办下去，把真相推出来。这类双向救赎比谁更爱谁更有张力，因为他回答的是人凭什么活下去，然后才谈感情。他把市场现在最爱看的组合拳也给你配齐了，美强惨人设、双向救赎、权谋复仇这三样全占。官宣阵容也硬，徐凯和周也都是能扛剧的演员。当然，观众最终还是要看成品质量，但仅从剧情设定和人物关系的张力来看，我已经能感觉到他有爆款的底子，能打，够狠，也够让人带入。我现在最想等的就是播出之后大家的争议，因为这种剧一旦做得好，就会把古装剧的爽点从单纯的甜拉回到更真实的东西。复仇不是为了发泄，是为了把该付出的代价算清楚。救赎也不是靠嘴甜，是靠把人往真相里带。可如果他做得不好呢？那问题也会很尖。你会不会觉得双向救赎只是包装，权谋复仇只是噱头？还是说，你其实早就想问，当编剧把复仇写成爱情的铺垫时，观众到底是在追真相，还是在追爽感？